认错不是输，而是走近。故事这样开始：你要的永远太多，我怎么做都不够。我只要一句道歉，你却连这都不肯给。嘉玲和伟志结婚9年，吵架的经典回合早已烂熟。每次起冲突时，嘉玲总觉得伟志的态度就是我没错，我干嘛道歉？而伟志的感觉则是我又不是犯了滔天大错，有必要这样吗？这让他们的对话像一场永远找不到终点的辩论会。他觉得他冷漠，他觉得他难缠，他期待他认错，他期待他放过。最后的结局总是各自关门睡觉，留下那句经典台词：算了，讲不通。这不是电影，但情节你一定熟悉。于是一段本该是最亲密的关系，却变成一场持久的对抗战。谁都不肯先低头，谁都怕认错就等于输。但如果我们搞错了，如果认错其实不是输，而是重新走近的唯一可能。现代婚姻里有一种隐形规则，错了就得道歉，谁不道歉谁不成熟。但说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困难无比。因为我们被一种潜意识绑住了，道歉会让我显得弱、矮、输。特别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其实也有被伤到时，内心会呐喊：为什么不是他先说对不起？伟志就这样告诉自己：如果我先认错，他一定得寸进尺，以后都要我低头。嘉玲也这样告诉自己：他从来没正眼看过我的难过，我再让一步，我还剩下什么？但我们忘了，婚姻不是战场，不是谈判桌，而是同行的旅程。在旅途中，认错不是承认我是坏人，而是承认我愿意修补我们的裂缝。我不是输，而是选择你。这才是婚姻中最强大的认错宣言。认错不是把责任全扛，而是打开靠近的门。很多人以为认错就是说好了，都我错，然后任由对方数落自己，但这不是认错，那是屈服。真正的认错不是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揽，而是承认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，哪怕只是10%也值得表达。举个例子，嘉玲因为伟志没帮忙准备孩子的课外活动爆炸了。你到底是不是这个家的爸爸？伟志本想回呛，那你有事先说吗？但他停了一下，转而说，我昨天确实太累，没主动问你今天需要帮什么，是我疏忽了。这句话不代表他全错，但代表他愿意看到自己的那一小步失误，也愿意让对话变成靠近，而不是指控。认错不会把你变小，而会让对方的心房变软。因为真正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完美，而是诚实。转捩点从你错变成我也有责任。嘉玲后来才发现，其实她自己也常用情绪勒索的方式让伟志无从靠近。有一次她忍住怒气对伟志说，我承认我有时候讲话太情绪，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。伟志一愣，平常一开口就是吵架，这回他先反省了自己的方式，反而让他卸下防备。于是他也说，其实我知道你很辛苦，我只是常常不知道怎么回应你，不想再让你失望，才选择逃避。这一来一往的对话，不再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攻防，而是一次共同的发现之旅。原来
我们都没那么坏，只是不知道怎么靠近。这正是婚姻中的转捩点，从你哪里错转成我也有责任，从你要改变变成我们一起修补。为什么我们那么怕认错？深层的原因常常不在婚姻里，而在过去的经验里。也许小时候你曾因为承认错误被羞辱、被惩罚，也许你习惯了装没事，因为这样比较安全。也许你曾在上一段关系里低声下气，结果还是被否定。所以你学会认错就是让人踩在头上。但婚姻不同，成熟的婚姻是愿意彼此承接认错后的脆弱。当你说我不对，那句话真的伤到你了，对方不是用这句话来审判你，而是用来靠近你。你们不是彼此的法官，而是彼此的队友，不需要谁输谁赢，而是一起赢回我们。现代生活里，认错才是最稀缺的浪漫。你也许看过很多浪漫剧情，男主角送花、下跪、说台词，但现实生活中最动人的道歉，其实就是一句真诚的对不起，是我没顾到你的心情。没有背景音乐，没有烟火，只有一双诚恳的眼睛和一句愿意低头的话。君雅曾经这样说过，我老公不是会说话的人，他也不太道歉，但有一次他说，那天我冷淡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，不是我不在乎。那一刻我真的哭了，因为我知道他努力走进了我。在这个强调自我、标榜不要委屈的时代，认错成了一种珍惜的勇气，也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温柔，因为它不只是说话的技巧，而是一种信任的选择。我相信我走近你，不会被你推开。接遇，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，但可以有更靠近的选择。修复婚姻，第一步不是改变对方，而是从自己的心开始柔软。不是等对方先低头，而是问自己，我愿不愿意为了我们的关系先卸下防备。认错不是你变弱，而是你愿意变真。不是你输掉，而是你赢回对方的心。当你愿意说出那句对不起，那句话真的不该这样说，你就不是在失去，而是在爱中前进。因为婚姻不是比赛，而是旅程。你不是对手，是同路人。而认错往往是那张重新出发的车票。